爸爸重病手术，成功率只有30%。小叶，手术成功率太低了，爸可能……爸，你别这么说。小叶，爸唯一的愿望就是走之前见见你那个男朋友，我得看看他能不能托付生真，要不爸放心不下你。好，手术前我一定带他来见你。现在离我爸被推进手术室还有15分钟。你终于来了，还有15分钟，快跟我进去！你就是张扬呀，赶快进去吧！沈姨他爸要是见不到你，肯定不会安心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张扬的领带歪了，我帮他整一下。行，不急。今天我求你一定要来，你来了，但还带着他。张扬哥哥，我脚崴了。小易，我先赶紧送萌萌去医院，你等我。毕业恋答应来给我庆祝，结果张萌萌说她崴脚，她把我丢在雨里2个小时。我生日那天，张扬说要给我惊喜，结果……小易，我先陪萌萌去做美甲，你等等我。小易，你别急，我很快就弄好了。叔叔第一次见张扬，总不能这么不体面的进去吧？帮我拿一下。张扬，我爸术前探视时间最晚是10点，10点一到，医生准时推麻醉。我们现在进去，还能陪我爸说会儿话。我人已经在这里了，不差这几分钟。你不是说只要我回头，你随时都在吗？15分钟内来仁和市第一医院12楼陪我见我爸，你来我就答应你。好。小易，你发什么愣呢？这都9点46了，赶紧带你男朋友进去啊！在这耗着算怎么回事？小易真不能拖了，你爸刚才都带上氧气管了，说话都费劲儿，就死撑着等这一面呢。张扬哥哥，第一次见叔叔得打温莎节才正式，你刚才打的那个太随意了。好看，萌萌手真巧。张扬，你自己看看时间，现在不是讨论领带怎么系好看的时候。小易，你别闹，我这也是为了体面一点见叔叔。你看，这不还有10多分钟吗？马上就好，急什么？小张，小易他妈走的早，这些年他爸为了他也没结婚，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不容易，他就是想在手术前见见你，哪怕这次手术失败了，走了也能安心啊！小易真的不能再等了，后面一切以上，你爸爸连说话都难。张扬，别弄了，已经很好了，就这样跟我进去。马上好了，别催了，别急，还有10几分钟呢。我说了不会耽误事儿，再说了，我也是为了给你爸留个好印象。小易，你别怪张扬哥哥，都怪我不好，不要因为这个吵架。我就是怕叔叔有个万一，想让张扬哥哥以最好的一面见他，叔叔也能放心。沈毅，你别这么咄咄忍人行不行？萌萌她也是好心，为了你，为了我。原来在你眼里，张萌萌众目睽睽之下给你系领带是为了我。我叫你抓紧时间进去见我爸是咄咄逼人。沈怀国家属，好了没有？马上要推去麻醉了，要见家属赶紧进来。张扬，今天我必须带男朋友进去见我爸。你别逼我了行不行？我人都在手术室门口了，几步路的事还能耽误了？呀，坏了，张扬哥哥，我刚才太急，好像把结打错了，缠成死结解不开了，都怪我还是不够熟练。别急，慢慢来，不怪你。本来也是我自己没整理好，不差这一会儿。不差这一会儿，这位姑娘，你到底和张扬是什么关系？明知道里面病人等着见他们，时间1分1秒都金贵，你还在这拖时间？你左一个整理，右一个解不开，故意的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故意拖延。张扬哥哥从小就跟我亲哥一样，我就是想让他体体面面见叔叔阿姨，你怎么能这么误会我？张扬哥哥，我真的只是想帮你们，难道我连这点心意都错了吗？谁知道安的什么心？我看就是故意的。这动作亲密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俩是男女朋友呢，这哪像正经男朋友啊？差不多就行了。小姨她爸爸就想手术前见闺女对象一面，穿的好不好看真不重要，再磨叽下去真就没时间了。阿姨，这怎么能一样呢？第一印象多重要啊！叔叔这是第一次见女婿，精神点进去，叔叔看着也开心，说不定手术都能更顺利点。你们不能这么误会我，真没有别的意思。各位是长辈，我本不该顶嘴。萌萌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是我妹妹，我们清清白白，你们不能这么平白无故冤枉她。小易，萌萌也是一片心意，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拿她当亲妹妹。2分钟，再等2分钟，让萌萌把领带弄好，我们就进去。这是她的心意，你别不领情。心意是指在我毕业典礼时把我抛下，玩了一下午吗？是指策划求婚，结果告诉我一个错误地址吗？还是指马上要见我爸了，还要等你的好妹妹给你系一个完美的温莎结？张萌萌的心意，我可受不起。每一次她的心意搞砸的都是我的事。小易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你为什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翻旧账，指责我？我不是指责你，离探视时间结束还有9分钟。
你们赶紧弄，今天我一定要让我爸见到我男朋友。可算弄好了，快进去吧，小姨爸爸还撑着等你呢。萌萌，萌萌，哮喘又犯了是不是？药呢？你随身带的气呼气放哪儿了？没带在身上，放包里了。张扬哥哥，我没事，就是老毛病了，歇会儿就好。你别管我，先跟小姨进去见叔叔吧，别耽误手术。都怪我，关键时刻掉链子。我本来就是个外人，不该跟着来添乱。胡说什么？你怎么会是外人？我说过多少遍了，你是我妹妹。小易，我有点担心萌萌的身体，还是先把她送到楼下急诊室让医照看比较好。就绕2步路的事儿，耽误不了几分钟。你跟里面护士打个招呼，稍微等我一下。10分钟前他说领带要紧，5分钟前他说心意要紧，现在他说张萌萌要紧，而我的事都……现在9点54，术前探视时间是定死的，麻药推下去就不能再见面了。我知道时间紧，可萌萌这是犯病了，人命关天的事，就跟医生说延后2分钟，怎么了？里面是你亲爹，医生还能不通融一下？你说的这叫什么混账话？小易他爸是要开胸做大手术的，麻醉时间都是提前排好的，你说推迟就推迟，你别忘了今天是来干嘛的。张扬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也只想帮你们，没想到会出意外。别这么说。各位长辈，我知道你们着急，但萌萌也是一片好心，她特意跟过来探望叔叔，现在个哮喘犯了，总不能让我丢着她不管吧？那小易呢？他就活该在这干看着你跟别的女人卿卿我我。我又不是不见，手术不是还有3成几率能醒吗？等叔叔顺利醒过来以后，有的是时间正式见面。我跟小易谈了5年，难道这点信任都不能给我吗？沈叔别生气，今天我一定会带男友进去看爸爸的。沈毅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逼我吗？逼你？你觉得见我爸是在逼你？沈毅，别闹了！你们到底进不进？最后4分钟了，再不进去，今天真见不上了。小沈，算阿姨求你了，我们帮你照看着姑娘，你先陪小姨进去，只剩4分钟了。张扬哥哥，要不你们先进去吧，我没关系的，反正我的病也不是1天2天了，还是你见家长更重要。别胡说，你不是外人。再说了，见家长哪有你的身体重要？沈毅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说了，我这次一定要带男友见我爸。现在我要去换无菌服了。沈毅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不跟你进去，你自己进去算怎么回事？难不成要你跟叔叔说，他未来女婿在外面陪别的女人走不开？原来他也清楚，男朋友也可以是别人，这不是说气话吧？换谁不气啊？老沈在里面生死未卜，这小伙子心里全是别的女人。小叶，有话咱们好好说，这马上就要见家长了，还当着这么多亲戚的面，你怎么能拿这种事跟张扬哥哥置气呢？他都为了你赶到医院了，只是放心不下我，你这样说话太伤人心了。沈毅，你居然拿分手来威胁我，以前你明明很能体谅人的。体谅？是指我被你丢在路边3次，放鸽子5次，还要笑着说没关系吗？是指我爸一次次盼着你登门，又一次次失望吗？还是指我爸躺在里面等着见你一面，我还要站在这儿等你的青梅喘匀期歇够了。最后2分钟了，到底进不进？不进我们就推去麻醉了啊！小易，沈毅，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等叔叔醒了，我再正式去病房看他。萌萌这样我真的走不开，你懂事一点，别耍小孩子脾气。你谁啊？沈毅，我来了，带我去见叔叔。顾惜，你真的来了？你叫我，我怎么可能不来？别哭，叔叔还在等你。还有1分钟，家属快换衣服。沈毅，你敢带他进去？张先生，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病人还在等。这是我女朋友的爸爸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进去？到底谁进去？我们进去。沈毅，你别后悔！张扬，我最后悔的事，就是等了你5年。小易，爸，我们来了，这是我男朋友，对不起，让你等久了。不是易成吗？沈叔，我是小易的男朋友，对不起，不是故意瞒着你的。等您好了，我陪您下棋。小顾，小敏哭，他妈妈早为一个大老粗，很多时候照顾不好他。
你别这么说。你要是真心喜欢他，以后别让他受委屈。叔叔，我答应你，你放心吧。小易，爸要是……不会，爸，你会好起来。你还没看我结婚，还没抱外孙，你还没吃我亲手做的饭。你做饭难吃，难吃你也得吃。等你出来，我天天给你做。时间到了，病人要推去麻醉了。小易，别怕，爸努力回来。爸，我等你，你一定要回来。沈毅，我在。小易，叔叔怎么样？你明知道叔叔想见的是我，你却带别的男人进去骗他。小张，你还有脸说？你自己不进去，是你自己选择守着另一个女人，现在怪小叶。你知不知道刚才只剩1分钟？你知不知道他爸差点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？小叶，我不是不想进去，萌萌刚才真的犯病了。小易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犯病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朝阳哥哥只是担心我，你能不能不要怪他？张萌萌，你犯不犯病我不关心，你故不故意我也不想追究，但从今天开始，你们的事跟我没有关系。沈毅，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们分手了。我不同意。分手不需要你同意。就因为今天这件事儿，沈毅，我们5年感情，你不能因为一次误会就否定全部。误会，张扬，今天不是误会。毕业典礼那天，你答应来接我，结果张萌萌说她崴脚，你把我丢在雨里2个小时。我生日那天，你说要给我惊喜，结果陪他去做心理咨询。我爸第一次让你上门吃饭，他一句心情不好你就改签了车票。我求你今天一定要来，你来了。可你为了他的一根领带，为了他一场哮喘，让我爸等到最后1分钟。不是这样的，小易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听够了，你每次都有解释，每次都说下次不会，可每次你还是选他。我只是把萌萌当妹妹，我跟她真的没什么。有没有什么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你从来没把我放在第一位。顾启程，你别碰他！张先生，你没有资格命令我。这是我和沈毅的事儿。从你选择留在门外那一刻，你们就没关系了。朝阳哥哥，你别跟他们吵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现在就走。请你们离开，我爸手术期间，我不想看到你们。听不懂人话，滚！小叶，我不会走，我会在这里等叔叔手术结束。随便。喝点水。谢谢。小叶，你跟程婵，我现在也不知道。姑不逼你，但我看得出来，这孩子心里有你。各位长辈，晚饭已经安排好了，在楼下餐厅，护工也联系妥了，大家先去吃点东西休息一下，这里我守着。顾小成，我妈去世了。小易，哭吧，哭完我带你去吃面。不学了，太难了。笨，再讲一遍，听好。沈毅，我喜欢你。对不起，我已经和张扬在一起了。行，那我不打扰你。但如果有一天你回头，我一定在。我以为那只是少年人的不甘心，没想到这么多年后，我真的回头了，他也真的来了。医生，我爸怎么样？手术过程很惊险，中途出过一次大出血，不过止住了。目前手术算成功，接下来要进 ICU 观察，最危险的48小时，能不能醒要看病人恢复情况。成功了，沈毅，叔叔撑过来了。爸，你要醒过来，我还等你骂我做饭难吃呢。小叶，叔叔手术成功了，太好了！我一直在等，我真的很担心叔叔。张扬，你担心谁？
都跟我无关。小易，你别这样，我知道今天我做错了，我不该耽误时间，也不该让你一个人面对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等叔叔醒了，我亲自进去道歉。我爸不需要你离我远一点，别再让我爸看到你，也别再让我想起今天。走吧，去休息区坐一会儿。沈烨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是，不要了。爸，小易，我在。你吓死我了，小易，脾气倔，嘴硬心软，你别欺负他。不会。那天在手术室里，我说你是我男朋友，这样对你不公平。沈烨，我不是来跟你算公平的，我喜欢你，不是今天才喜欢，也不是因为你跟张扬分手才喜欢。从小到大，我的目光就没离开过你。你不用急着回应我，也不用把我当救命稻草。你往前走，我陪着你。那你会不会累？等你这件事，我很熟。那我们试试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顾逸晨，我们试试。能牵手吗？可以。小易，我想看看叔叔。我爸刚醒，不适合见客。我不是客人，我是张扬，你是客人，而且是不受欢迎的客人。小易，我知道我现在没资格，但叔叔做这么大的手术，我总该尽一点心。钱我会还你，补品你拿走，我们家不缺。你非要跟我划这么清吗？是，不然你会误会，误会我还会回头。叔叔醒了吗？醒了一会儿，医生说能喝点米汤。我买了清淡的，温度刚好。沈烨，你真的跟他在一起了？你们才认识多久？20年。张扬，别再来了，我爸不想见你，我也不想。我会改。萌萌那边我已经跟他彻底说清楚了，以后他再找我绝对不会去了。张扬，你知道我等这句话等了多久吗？小易，5年。这5年里，我说过无数次，你和张萌萌太近了，我不舒服。你每次都说我小心眼，说她只是妹妹，说我不懂你。现在我不等了，你才说会改，可惜我已经不需要。沈烨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知道错不代表可以被原谅，我受过的委屈不是你一句错了就能抹掉的。我改天再来。不用改天，以后也不用。顾衍辰，你别太得意。我不得意，我只是心疼他。你曾经有5年时间可以好好爱他，是你自己弄丢了。难过吗？有一点。正常，毕竟5年不是假的。但你不用怕，以后每次难过，我都在。顾沈烨，你怎么这么会哄人？我不会哄别人，只会哄你。小易，你看看这个。这姑娘是谁？没谁，爸，网上的无聊视频。什么没谁？哥，就是那天拦着小沈的人，说自己哮喘犯了，害得小易差点没赶上见你。所以那天，爸，都过去了，你现在好好的就行。小易，你受委屈了，以后别委屈自己。爸好了，爸给你撑腰。我知道了。先喝点水。张扬去查了监控，发现张萌萌是装的。想怎么处理？我不想闹到医院，我爸还在恢复，但我也不想轻易算了。那就交给我。你要做什么？放心，合法合规，让该知道的人知道。沈烨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把视频发到朋友圈，你非要毁了我吗？我只是让大家看看事实。我只是太害怕了，我怕张扬哥哥真的跟你变了家。
喜欢他没错，但你不该拿我爸的命赌。可你爸不是没事吗？张萌萌，你这辈子最好别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我不会再只是发视频。小易，恶有恶报啊！我刚听说那个张萌萌被公司辞退了，她请假说家里有急事，结果跑来医院闹这一出，现在同事全知道了，没人搭理她。她还跑去找张扬，张扬根本不见她，她在人家公司门下哭了一下午，最后被保安硬生生请走了，真是活该。坏人得到教训，并不会让我开心，他只能证明我曾经真的眼瞎，把伤害我的人当成朋友和爱人。我又不是不能走，非要做这个干什么？医生说了，先别逞强。哼，你倒是会听医生的话。叔叔的话我也听。那我让你离小易远点儿。这个不太能听。臭小子！这一个月里，顾清长几乎每天都来，有时候送饭，有陪我陪爸下棋，有时候替我跑腿买药。小易，怎么了，爸？你跟燕城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就在一起了。想清楚了？还在慢慢想，但我觉得他很好。燕城是好孩子，爸看得出来。但小易，你不是因为感激他才跟他在一起吧？爸没读过多少书，但爸知道感激你可以慢慢来，别因为他对你好就勉强自己。我没有勉强爸，我只是以前太糊涂，把习惯当成爱，把退让当成懂事。现在有人对我好，我会害怕，怕自己不配，也怕他哪天失望。傻孩子，被爱不需要配不配。他要是爱你，你就是坐在那里不动，他也觉得你好。别哭，你妈以前也爱哭，我一看你哭就心慌。过来，燕城，我把话说前头，你要是敢让小易受委屈，我就算拄着拐也得去你家揍你。叔叔，我记住了。还有，他刚从一段烂感情里出来，你别急着逼他，别仗着自己等得久就要他还你。叔叔，我从来没想让他还，他愿意看我一眼，我已经赚了。油嘴滑舌。小易，有事吗？我只是想看看你。你现在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了。张扬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没必要见面。我知道，我只是这段时间一直在想，如果那天我跟你进去了，如果我没有管张萌萌，如果我早点听你的话，我们是不是不会变成这样？没有如果。我把张萌萌删了，她去我公司闹我也没见，我跟我爸妈说清楚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婚房我也退了。小易，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，我一闭眼就是你带顾向成进手术室的样子，我总想站在你身边的人本来应该是我。张扬，你错了，站在我身边的人从来不应该是一个需要我反复求的人。那天我爸在等，我在等，所有亲戚都在等，你明明只要往前走几步，可你没有，所以不是顾世辰抢走了你的位置，是你自己放弃的。我们真的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很好，我爸也很好，顾世仁对我很好，我不想再回头。对不起，小易，对不起。看着他这样，我心里有一点酸，但也只是酸，不是心疼，更不是不舍。曾经我以为只要他回头，我就一定会奔向他。张扬，以后别来了，你该往前走，我也是。重不重？不重。要不要哭一会儿？为什么要哭？我怕你心里难受。有一点，但不是因为还喜欢他，是因为觉得以前的自己有点可怜。那以后不可怜了，以后我疼你。沈一，我来了。不算不算，我刚才没看清，这步走错了，重来。好，您重新走。你小子是不是故意让着我？这局不算，咱们重新摆盘。没有让，是您棋风稳健。半年了，我爸恢复得很好，看着他们下棋，我心里安稳的不像话。怎么突然带我回这里？小时候我一挨骂，就最爱躲在这个角落哭。那时候我就坐在这儿，一边嫌你丑，一边给你递纸巾。
顾志成，你干什么？沈毅，这里不是很浪漫，戒指也不是最贵的，内侧刻着2个字母 YC， 易宇成。但我想在这里问你，因为我最早喜欢你的时候就在这里。沈毅，我不是要你忘掉过去，也不需要你立刻变得勇敢，你可以慢慢来，可以害怕，可以犹豫，可以随时反悔。但如果你愿意，以后每一个医院走廊，每一次深夜崩溃，每一顿饭，每一个平凡日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你回头，我一定在。原来有些人真的会在漫长岁月里守着一句话，只等你回。我愿意。你紧张什么？沈毅，我等这一天等太久了。后来我偶尔也会听见张扬的消息，他离开了这座城市，再也没有联系张萌萌，也一直单身。这些消息传到我耳边时，我内心没有任何变动。可能会忙几天，但我保证，每天晚饭前一定到家。顾总现在可是大忙人，不用每天都赶回来做饭的。那不行，答应过你的事儿，不能食言。可命运还算仁慈，在我最狼狈的时候，把那个一直等我的人送回了我面前。从此以后，我不必再等谁回头，因为我身边的人永远都会及时赶来。他说最近公司扩张，天天加班，不知道我突然过来会不会打扰他。顾总，这份企划案我重新整理过了，您看。保安，顾总怎么了？苏助理崴脚了，扶他去医务室。顾总，我没事，就是高跟鞋不小心扭了一下，不用去医务室。公司不提倡带伤工作，明天起行政部统一换平底鞋。好的，顾总。怎么突然来了？某人说最近天天加班，我来看看是不是真的，顺便送点夜宵。是真的，不过现在可以下班了。未婚妻，顾总竟然牵着女人的手，那是谁啊？长得挺漂亮的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未婚妻沈毅。嫂子好，顾总藏得够深的。你们好，辛苦了。我就不信哪个男人能拒绝主动送上门的诱惑。公司有急事？没有，一个新来的助理发了些无关紧要的消息。哦，新助理。就是刚才在大堂崴脚那个，他发了张自拍，说脚疼想请假。那你怎么回的？让他明天找人事，顺便把他静音了。顾总真是铁面无私。我只对你一个人有私心。竟然连一句关心都没有，直接把我推给人事。既然暗的不行，那就别怪我明着来了。过几天的公司团宴，我看你怎么躲。顾总，这几天项目连轴转，您辛苦了，多吃点鱼补补。我自己有手。顾总，我也敬您一杯。哎呀，这酒劲儿怎么这么大，头好晕。苏部经理喝多了吧？顾总平时最要面子，估计会扶一下。这边的空调风口太冷，坐你这正好。
嫌疑人要避嫌，这是常识。这种当众的难堪，以他的性格，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我就为什么这样？沈一，你不就是仗着跟他认识的早吗？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肢体上碰不到，那我就撕开你的底牌。我倒要看看，一个5年青春喂了狗，连亲爹手术都差点被前男友狡猾的蠢女人，有什么资格在顾总面前装清高？沈一姐，其实我挺佩服你的。顾总平时工作那么忙，经常熬夜加班，你一个外行，平时连个报表都看不懂，肯定不知道怎么心疼他吧？苏总监喝多了，开玩笑呢。我可没开玩笑，顾总这么优秀的人，身边总得有个能真正帮到他、懂他辛苦的人才行啊，光会享受可不行。苏总监说的对，我确实很辛苦，所以，我父亲手术那天晚，是沈毅陪我在医院走廊里熬了一整夜。我胃不好，不能吃辣，不能吃海鲜，这些年我的每一顿饭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他不懂报表，但他懂我，这就够了。张嘴。沈一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顾熙然，你护着他又怎样？明天的正式例会上，我看你们怎么收场。只要把这些东西放出来，我看他还有什么脸在公司？你刚才说那些，不怕他明天在例会上找麻烦？他找不了麻烦。什么意思啊？他私下接触竞争对手的证据，我已经让人整理好了。明天例会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司。我说过，随时都在，不是一句空话。顾总，这次项目的成功全靠您高瞻远瞩。不过呢，在团队配合上，我觉得还有改进的空间。毕竟有些人在关键时刻不仅帮不上忙，还容易拖后腿。顾总，您眼光独到，但在选身边人这块，有时候还是得擦亮眼睛，别被表象蒙蔽了。哎呀，我这人就是心直口快，沈助理别介意啊，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好。说完了。说完了，顾总，您看这报告。既然说完了，那就点别的。顾总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凌晨2点45分，苏主管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为了公司好。职场有底线，我不需要一个把心思花在歪门邪道上的主管。不是这样的，顾总您听我解释，我当时只是手滑发错了，对，发错了。散会。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，还敢在会上阴阳怪气沈助理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死。沈一，你给我等着。半夜发那种照片给顾总，还天天装的跟顾总多熟似的，原来是倒贴都没人要。看什么看？都不用干活了是吧？王经理，刚才例会上的事儿是个误会，我可以解释。苏柔，不用解释了，顾总已经把所有证据交给我了，越界骚扰，证据确凿。你们要开除我？公司无意挽留，是你自己体面的走，还是我们走流程？我自己走。都处理好了。这段时间委屈你了。小事，以后不会有人再来打扰我们了。这周末我们好好歇一歇吧。好。苏柔走了，公司里总算清静了。以后不会再有人拿那些无聊的事烦你。
你这人处理事情总是这么干脆。不过周末能这样出来走走，感觉真好。以后每周末只要你想，我都陪你。你听到了吗？好像有猫在叫。它太小了，一雨会生病的。那他妈妈怎么办？不能就这么放在这里。那边有片泥地，我们把它安葬了吧。你的手……没事，很快就好。谢谢你。跟我不用说谢谢。他好像不想走。那就带回家吧。真的可以吗？嗯，我们一起养。你流血了。没事，力气还不小，看来能养活。出来吧，不抓你，喝点热的就不冷了。睡着了，给他取个名字吧。你来定。今天雨下的那么大，但遇到你之后雨就停了，叫他晴天好不好？好，就叫晴天。怎么了？今日，顾氏集团正式宣布完成对星光科技的收购。顾城先生作为项目主导人，展现了卓越的商业手腕。顾晨记，他凭什么爬得这么快？跟我在一起5年，你天天冷着一张脸，现在跟了这个姓顾的，倒是小得像朵花一样。当初要不是张萌萌那个贱人骗我，站在这儿的人应该是我。顾晨然，你以为你赢定了吗？踩着上位，真以为自己干净劲？谁呀？龙哥，是我张扬。哟，张大少爷啊，怎么听说你最近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，找我借钱？龙哥说笑了，我找你是想给你送笔大买卖。哦，说来听听。顾氏集团最近收购星辉科技的事，你听说了吧？废话，新闻铺天盖地，怎么你想飞杯羹？星辉科技之前既然是个烂摊子，顾里事情说的顺利，账面上对干净。查顾氏，你疯了吧？那可是块硬骨头，弄不好要惹一身骚。只要你帮我挖出点东西，哪怕是捕风捉影的边角料也行，钱不是问题。行啊，只要钱到位，死人我都能给你翻出来。不过这价码可不低。明天我先给你打2万定金。只要能找到顾世颖在收购彩礼的漏出来，只要能卡住他的资金链，让他身败名裂就行。够狠，等我消息吧。沈毅，你以为你找到的靠山，我倒要看看，等他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还会不会笑得这么开心？老刘，别跟我装死。当年你挪用公款填窟窿，是谁帮你平的账？少废话！顾一成公司在搞 C 轮的借势融资，我就他们操作机构，我只要部分数据，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？明天早上我要是看不到东西，你当年干的一起进去算算。对，就是这几张，把这笔3000万的进账批掉，改成负债。还有这里，把资金链这块图表做成断裂的趋势，做的真点，别让人一眼看出痕迹。钱少撂你的，只要这图片能骗过那些投资人的眼睛，尾款我翻倍给你。完美。
沈夜，沈夜，你不是觉得他能给你安稳吗？等他身败名裂，变成过街老鼠，我看你还怎么笑得出来！怎么了，顾总，出事了！您快看行业媒体的推送，有人爆料我们资金链断裂，还附了伪造的财务报表截图，现在全网都在传。我马上到公司。出什么事了？公司出点状况，有人造谣资金链断裂。你再睡会儿，我去处理。严重吗？能解决。各位，网上的截图是恶意伪造。我们 C 轮融资在正常推进，资没有任何伪造。那报表上的公章和签字怎么解释？空口聘，我们现在要求立刻叫停项目合同里写得很清楚，单方面违约需要承担责任。如果各位执意退款，按流程呈走。这只是一场针对公司。少拿头压人！我们现在就叫退款流程。带他们去会议室，稳住。顾总，投资方发来问询函了，措辞很严厉，而且说，如果那3家核心客户真的集体退款，我们的账上资金撑不过这个月。查出截图的源头了吗？是匿名邮件群发的 ，IP 地址在海外，很难追踪。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。情况怎么样？很糟。我看到新闻了，吵醒你了。到底是谁干的？不知道，对方很了解我们的财务结构，截图伪造的天衣无缝。不管是谁，我们一起面对。公司可能真的会有麻烦。又有3家客户要求退款，资金链快撑不住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份截图明明是假的，为什么大家都信？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客户只看结果。顾总，要不我们先认栽，把钱退了，稳住局面再说。不行，一旦退承认了截图是真的，到时公司的信誉就彻底完了，没有可试。必须查清楚截图的来源，证明我们的清白。先吃饭吧，吃饱了才力气干活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回家休息吗？我一个人在家也睡不着，这里需要人手，我能帮忙整理文件、接电话。辛苦你了。我们之间不说这些。对，连一些只有我们内部才知道的隐藏行联、假截图里都有，这绝对不是外人凭空能编造出来的。内部数据外泄了，有人把我们的真实报表偷出去，篡改后发到了网上。而且这个人对我们的财务系统非常熟悉。对，而且一抹鸡蛋的，他已经猜到是谁了。不管是谁，我们一起面对。自救之路刚开始，追凶的线头也第一次被攥在手里了。顾总，流出截图的溯源分析做完了，结果有点邪门。熟悉底细，套话。听说顾如强最近动静挺大，公司规模扩了不少吧？与你无关。随便问问吧，毕竟以前也算认识。他们那 B 轮融资进度怎么样了？听说接触了几个大合作方，叫什么来着？盛泰资本。你很闲吗？怎么了？几周前，朋友聚会，我碰到了张扬，他当时主动凑过来，一直追问你的公司规模和 B 轮的融资进度，甚至他准确报出了盛泰资本的名字。盛泰资本的接触还在保密接待，只在内部高管会上提过一次。我当时只当他失忆，想在我面前找点存在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每一句都在套料。技术端查出的精准数据，加上他刻意套取的核心信息，全拼上了。你说的对，先铺资金缺口，稳住阵脚。至于张扬，我会耐着性子，一环一环把证据补齐，让他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。你不是说当年回国创业时就发过誓，绝不动用顾家的资源吗？规矩是死人定的，现在救命要紧。我回一趟老宅。你父亲他会同意吗？不知道，但这是唯一的活路。启然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吃饭了吗？妈去给你做。他现在可是大老板，哪有空吃你做的饭？
爸妈，我今天回来是有事求你们。求字从你嘴里说来，真是新鲜。当初你死活接家里的生，非要出去自立门户的时候，骨气不是挺硬的吗？公司出了点状况，被人做局卡了资金链，现在急需一笔钱周转。被人做局，那是你蠢，自己选的路，跪着也该走完，跑到我这里来哭什么穷？老顾，孩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遇到难处了，咱们当你懂什么？慈母多败儿，他今天这下场，就是当初不听话的代价。爸，这是公司的财务报表，还有被张扬陷害的证据。公司的基本面很健康，只要这笔资金到位，半个月内就能回出。我不管你被谁陷害，也不看你那些破报表。你以为我缺你那点投资回报？公司有200多员工，现在的估值远超您借给我的这笔钱。这不是施舍，是上借款，我可以按市场最高利息算给你。跟我谈商业？好，那我就按商业告诉你，在我眼里，不听话的产业倒了就倒了，顾家1分钱都不会出，除非你现在宣布破产，乖乖滚回来接班。那是我5年的心血，那就让他去死。老顾，你非要把儿子逼上绝路吗？他自找的。打扰了。以诚，去洗个澡，然后睡觉。公司那边还有几份报表没核对完，我得去书房。你现在的状态，看错一个小数点，全盘皆输。可是时间不多了。顾承仁，看着我，去睡觉，剩下的我来。第3季度的营销支出，截图上是800万，原始单均只有200万，缺额600万，全被做成了虚假坏账。想毁掉这些，做梦！张扬、苏柔，还有那个带头闹事的客户，一个都跑不掉。陈律，这是顾承阳公司真实的财务底稿，还有被篡改后的对比说明。我要立刻启动名誉侵权和商业理发的法律程序。造假的痕迹一目了然，追责路径完全走得通。但是沈小姐想彻底扳倒对方，光证明数据是假的还不够。缺什么？缺直接经手人。张扬他不会自己去改数据，我们必须找到那个替他做事的中间人，把证据链闭环。我知道是谁了。沈毅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我马上有个会。王磊，张扬让你牵线套取顾逸清公司数据的事，兜不住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就是个做金融的，跟张扬也就是以前当同事时喝过几次酒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看清楚，顾岩的公司已经正式走法律程序了，商业诽谤加上侵犯商业秘密，涉案金额足够判几年，你比我清楚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都是张扬。警方一旦介入，查你的流水和通讯记录只是时间问题。你欠张扬的人情，值得你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去顶罪吗？现在交出证据，你等警察找上门，你就是替罪羊，选一个。这是张扬收应我找人改数据的聊天记录，还有他打给我的转账凭证，白纸黑字都在这儿了。张扬，你终于露出尾巴了。中间人王磊的聊天记录，加上这笔10万的转账凭证，时间点刚好在媒体爆料的前一天。我说过，我随时都在。现在该让他付出代价了。清算真相是一回事，公司的死活是另一回事。客户那边还是不肯通融。李律师刚才兜底了，走完起诉程序，拿到判决书，最快也要3个月。可退款倒计时只剩3天，资金缺口悬在头顶，客户信心已经崩盘，公司随时可能撑不到判决下来的那天。只要资金链能续上，撑到真相大白，一切就能翻盘。能接的渠道我都试过了，3天时间填不上这么大的窟窿。
我只是不甘心，明明我们没做错，却要被这种下作的手段逼死。3天，必须把钱凑齐。太太，沈小姐到了。坐吧。以诚没跟你一起来，他不知道我来。不知道也是，他那个脾气，被他爸骂出门，哪还有脸再回来？你今天来是替他当说客的吧？要多少钱？我不是来要钱的，我是来谈一笔投资。投资？以诚那个破公司现在是个无底洞，他爸说了，倒了就倒了，就当给他买个教训。你一个外人，凭什么觉得能说服我？就凭这些？这是以诚公司过去3年的真实财务报表，利润率每年递增15%，客户留存率高达90%，这绝不是一个破公司能做出的成绩。这次的资金链断裂，不是因为他经营不善，而是有人蓄意陷害。陷害？这是竞争对手张扬买通内部员工伪造报表、泄露商业机密的证据链。我已经找律师确认过，只要资金能撑过这3天，起诉张扬不仅能挽回全部损失，还能拿到巨额赔偿。顾伯母，以诚的能力没有问题，他缺的只是一个公平的转还余地。这笔钱投进去，稳赚不赔。他既然有这些证据，为什么自己不拿回来给他爸看？因为他不想再被当成一个只会伸手要钱的废物。前天晚上，他从这里离开后，一个人蹲在公司楼下的台阶上发抖。他宁愿自己扛着破产的压力，也不愿人再回来低第2次头。你们觉得他是在胡闹？但我这个外人看得很清楚，他这几年没日没夜的熬，就是为了证明他配得上顾家儿子的身份。他不需要施舍，他只需要一点信任。你把资料留下。谢谢伯母。资料做得很漂亮，逻辑也严密，但我不明白一件事。您问。以诚现在是个烂摊子，谁沾上谁惹一身腥。你跑前跑后把这些东西查得底朝天，甚至敢单枪匹马坐到我面前来谈条件，你为什么帮他？图什么？因为他值得。值得？他是个做实事的人，不该被这种下作的手段毁掉。他值得任何一个看见他为人的人不忍心看他倒下。我图的就是不想看一个好人因为别人的算计而万劫不复。伯父、伯母，该说的情况我已经全部说明了，证据都在这里，怎么决断是你们的家事，我不便多留。你这就要走，不留下来吃个便饭？不了，公司还有些收尾的工作要处理，以诚还在等我的消息，打扰2位了，再见。这丫头做事滴水不漏，进退有度。是啊，这姑娘真不一般。这是顾氏真实的财务流水，法务部今早立案的诉讼声明，还有造谣链条的完整证据。您先看哪一份？沈小姐，我不看这些，我只看这个。这是你们竞争对手刚递来的方案，价格比你们低3个点。外面都在传顾氏资金链断裂，我凭什么拿公司的钱陪你们赌？低3个点。王总，您仔细看过他们承诺的交付周期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这是他们上个月的产能数据，他们为了抢单，把根本不存在的生产线写进了方案里。您现在跟他们签，下个月交不出货，违约金算谁的？还有，顾氏的资金问题是有人恶意造谣，法务已经立案。您现在跟着谣言单方面撤单，一旦警方公布真相，您不仅要承担违约责任，还会被卷入恶意竞争的连带风险。这笔账您算过吗？这立案声明是真的？白纸黑字，公章在这儿。顾氏不会倒，但您现在做出的选择，决定了我们以后还是不是朋友。李总，这是顾氏过去半年的真实回款流水，每一笔账目都清清楚楚，没有任何一笔逾期。沈毅啊，不是我不信你，是外面的风不跟您谈交情，只谈事实。我顾氏的核心业务没有受任何影响，现在的挤兑只是暂时的。您是做实业的，应该清楚这份流水的含金量。数据做不了假，顾一成能让你来扛这个雷，他没看错人。这份合同我签了。谢谢李总，顾氏不会让您失望。沈小姐，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着你们公司涉嫌财务造假，你现在让我续约，
我没立马撤资，已经是给顾世成面子了。王总，您看到的报道是有人恶意篡改了我们的原始数据，这份是技术部门的溯源报告，每一笔账目的真实流向都清清楚楚。这能说明什么？现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，我的股东们都在逼我撤资，说明有人想趁火打劫。王总，您是聪明人，这时候撤资违约金是一笔，更重要的是，您把原本属于您的市场份额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。这是我们公司近半年的真实盈利数据，一直保持稳定增长，而且我们已经向法院提交了起诉书，起诉造谣者。起诉？这官司打下来得多久？我可等不起。最快下周就会有初步结果。王总，撤资是自断利益，续约才是抄底。您现在续约，不仅能拿到更优惠的条件，等真相大白那天，您就是我们最坚实的合作伙伴。沈小姐，你很会谈判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观望到判决结果出来。但如果结果不如你所说，我会立刻撤资。一言为定。什么用完什么？搞定了，他答应观望。辛苦了，我从没让人替我扛过这些。我们是未婚夫妻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局面终于要打开了，看看。顾家可以填这个窟窿，但条件只有一个：公司账目必须全面公开，一切按市场规则走。这不是老子给儿子的施舍，是顾氏的风险投资。如果烂泥扶不上墙，这笔钱我随时撤回。爸，谢谢。别急着谢，钱能解决资金链，解决不了信任危机。那几个文峰要撤资的老家伙，光看钱是不会回头的。顾董说的对，他们现在要的不是钱，是有人能给公司做信用背书。走吧，去哪儿？去见见那几个老狐狸。我这张老脸还能替你撑一撑场面。顾老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我来看看我儿子投资的项目。李总不欢迎？哪里的话，只是以诚这公司最近的风波，我们也是为了股东负责。顾老，您这次出手是临时替孩子兜个底。兜底？李总，你认识我几十年，见我做过赔本买卖吗？这是顾氏的长期战略注资。以诚公司的核心技术我看过了，底子很硬。至于那些乱七八糟的谣言，法务已经在走程序，造谣的人马上就会收到法院说的。这话说的，既然顾氏长期看好，那我们自然愿意重新评估撤资的事儿，先缓一缓。李总，这是最新的合作方案，您可以先过目。李总，其他几位还在观望的张总和赵总那边，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。顾老都亲自出面了，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压在他身上这么多年的那口气，终于彻底吐出来了。气笑了，之前带头造谣的几个营销号，刚刚火速删了帖，舆论风向变了。曾经跟风踩我们的媒体，现在都在发澄清声明。通知公关部买热搜，把澄清报道顶上去，不给对方留任何喘息的空间。张扬看到这些，估计要狗急跳墙了。随他跳，铁证如山，他翻不了盘。大家不要相信顾志成和沈毅放出来的所谓证据，那都是他们伪造的。沈毅是我前女友，她就是因为我跟她分手怀恨在心，联合顾志成来搞我。那些转账记录全是 P 的，我是清白的，我要告他们诽谤。谁啊？警察同志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要报案，有人在网上造谣抹黑我。报案！我们接到10名举报，并掌握了确凿证据，你涉嫌伪造商业数据、恶意商业诽谤。这不可能！王磊明明说他处理干净了。你的受益聊天记录和转账奉证已经全部核实，现在正式对你立案调查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不，我是被陷害的。沈毅，肯定是沈毅那个贱人算计我。财务部刚报上来数据，窟窿堵上了。我爸的注资已经到账，加上全网放谣铺天盖地，张扬被立案的消息一出，客户的信心全回来了。李总带头撤回了退款申请，其他几家关的客户也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，挤压危机彻底解除了。张扬那边呢？警方通报已经发了，他散布的那些反咬你的言论，反而成了他罪加一等的笑话，越挣扎做得越实。都结束了。是啊，都结束了。来来来，都别愣着了，动筷子。志婵，这鱼是你最爱吃的，妈今天跑了3个菜市场才买到最新鲜的。谢谢妈。老顾，你不是说今天有话要跟孩子们说吗？吃你的饭，哪儿那么多话？爸，您要是觉得这顿饭吃得勉强，我和沈毅可以先走。谁让你走了？坐下。
这杯酒，我敬你。依然，你爸这几天天天在家里念叨你，他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爸，我敬你。坐吧，以后常回家吃饭。好。哎呀，这就对了嘛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沈毅，你也多吃点，这段时间你也跟着受累了。谢谢阿姨，我不累。以晨能有今天，多亏了叔叔阿姨的教导。沈毅啊，这次的事情我也听说了，你是个好姑娘，遇事冷静，有胆识。以诚能遇到你是他的福气。叔叔过奖了，我和以诚是互相扶持。小易，喝点汤。这段时间公司里里外外的事情，多亏了你在季常身边帮衬。谢谢阿姨，其实是以诚帮了我很多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。以前是阿姨眼拙，听信了外头那些闲言碎语，今天看着你们俩并肩站在一起，阿姨这心里啊比什么都踏实。以后就把这儿当自己家，常来。好，阿姨，我会常来的。既然都是一家人了，那阿姨就顺嘴问一句，你们俩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啊？妈，多大的人了，喝口水还能呛着？你妈问的在理，这事儿是该提上日程了。我前2天翻了翻老黄历，下个月初6、18都是宜嫁娶的吉日，还有宴席。城南那家新开的度假酒店有大草坪，你们年轻人不都喜欢那种户外婚礼吗？我看场地得提前半年定，明天我就去打电话问问。阿姨，这也太快了，我们还没……妈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您别把小姨吓着了。什么八字没一撇？你爸连聘礼的单子都在心里盘算好几遍了。小姨，你别理他，这事儿长辈做主。你爸爸那边，改天我和你叔叔亲自登门拜访，把礼数做足，绝让你受半点委屈。人生竟然已经悄悄推到了谈婚论嫁这一步。我妈今天太激动了，没吓着你吧？没有，只是觉得长辈们的催婚来得猝不及防。她只是把我想做却还没来得及做的事，提前说出来了。玩笑归玩笑，小易，我妈催得紧，但我不想让你觉得有压力。我没有压力。场地、日子、仪式这些都可以慢慢挑，但我必须确认，这是你现在想要的吗？以诚，我分得清什么是被催婚的妥协，什么是水到渠成的决定。所以，如果我妈明天就带着聘礼去见沈叔叔，你……我会让我爸多准备几个好菜。好。亲家，今天我们冒昧登门，是想把2个孩子的婚事正式定下来。沈家这孩子啊，从小就认准了小易，我们做父母的也一直盼着这一天。伯父，这是彩礼100万，这是市中心一套别墅的钥匙和房产证，名字写的是小易，还有这辆车，是方便小易上下班代步的。这也太贵重了。不贵，小易是个好姑娘，值得最好的。我们不是想炫耀什么，只是小易想让你们放心，小易嫁到我们家怕半点委屈。亲家，小易交给我们，您放心。好，以诚，我把小易交给你了，你要好好对她。伯父，您放心，我会用一生来照顾她，绝不让她受一点委屈。哎呀，大喜的日子，哭什么？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！是啊，亲家，咱们赶紧看看日子，把婚期定下来吧。好，定日子。沈毅，从你发那条求救笑话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决定了，这辈子我绝不让你一个人扛。从此以后，我们都不是孤单一人，未来我们一起并肩作战。